这些年来，我们见识过有着华丽特效的神仙古装剧，也吐槽过令人尴尬出戏的抠图不自赏。那么，看了这么多年的影视剧，后期特效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？影视剧离开特效之后，又会有多假呢？这里是瞎谈鱼子酱，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影视剧幕后的世界吧。时至今日，特效已经成了影视作品里必不可缺的东西。比如一些情感剧里，男女主角总会在车站面临分别，也总有一方会撕心裂肺地追赶火车。但现实中，追赶火车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行为，剧组不可能用真的启动火车来拍摄。于是导演就想出了一种办法，那就是利用相对运动的原理，让追火车的演员倒着跑，火车不动，剩下的就全看演员演技了。影视剧里还有许多游泳镜头，比如电影《八星报喜》里，杨幂身穿蓝色比基尼在泳池里游泳，脸上浅浅的妆容，白皙透亮的肌肤全都让人眼前一亮。随后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更是被誉为经典。还有电影《分手大师》，古力娜扎专门为这个电影学习了游泳，然后在影片里展现出了性感妖娆的身材。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不会游泳的演员，或是潜入深海的画面，导演也有自己的小妙招，那就是搭建一块绿幕，让演员凭借威亚展现泳姿，再在演员身后安排一个小绿人帮助动作。大唐荣耀的水下戏就是如此，正片里任嘉伦搭救景甜的场景让人少女心泛滥，然而片场的两人其实就是在维亚的帮助下在半空中上下扑腾，所谓唯美的水中吻戏，其实现场也没有一滴水。除了以上现代剧，特效对于古装剧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比起后期的观众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精彩纷呈的画面，拍摄现场的演员却只能进行无实物表演。就像《楚乔传》里草原少女杀狼的那场戏，比起正片经过特效加成后，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。花絮里的赵丽颖却是另一种画风，现场只见一群戏超多的小蓝人出现在沙漠中，先是用手模拟狼牙咬住赵丽颖的手，后来又变魔术似的拿出2个道具狼头与赵丽颖对戏。一轮争斗结束后，导演还觉得不够，便不停地在旁边呼喊：抓住，再双抓，向上抓，抓住，快走！见此情景，观众只能感叹，真是难为赵丽颖了，竟然这样都能不笑场。同样是《楚乔传》，李沁饰演的元纯公主在黑化之后火力全开，剧中元纯带兵攻城的戏份更是看得观众热血沸腾。但实际拍摄时，后面根本没有千军万马，反而只有零星几个群演以及大片绿幕。不过这完全不会影响到已经入戏的李沁，随着他一声令下，现场瞬间就营造出了大军压城的恢宏气势。即使导演不断指挥现场的声音让人出戏，但一旦将目光集中在李沁身上，观众就能瞬间被他带回剧情，拉回战场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剧里渔火攻城的场景其实是真实的爆炸戏。敬业的赵丽颖就是在这样充满硝烟的土地上，从战火中出来与群演打斗厮杀。龙珠传奇同样充满了巧思，剧中杨紫饰演的易欢曾经展示了一场超高难度的扔飞盘表演，不过这段戏的幕后场景却能让人笑出声。花絮里，原来杨紫的身侧还站着一位工作人员，每当他把盘子扔出，这位隐藏帮手都会眼疾手快地接过盘子。还有剧里的战争戏，每当两军交战，总会出现一些气势磅礴的场景，而男女主角甚至可以以一人挡下千骑。但离开特效之后，现场其实就是一片绿幕和一片黄土地，而主角也只是待在一匹假马上挥动武器。如果是骑真马，那就需要多个工作人员一起拉着绳子保证安全，更有甚者，骑的是旋转木马、凳子，或者只是站在木板车上做出骑马的姿势。
秦时丽人明月心里，迪丽热巴也有一场潇洒的骑马戏。正片里的气氛很是紧张，热巴也通过演技展现了当时的压迫感。可来到幕后，现场却没有真马，热巴只是坐在一张板凳上做出骑马的姿势，导演在通过鼓风机以及上下震动，营造出策马奔腾、发丝飞舞的感觉。就连童年神剧《还珠格格》也曾晒出过这类花絮。当时皇阿玛御驾亲征的霸气戏份，实则上是一群人穿着古装，骑着小摩托，慢慢悠悠的前进，画面既尴尬又好笑。当然，仙侠剧用到的特效就更多了，比如《三生三世》系列里，凤九的原型是一只九尾红狐，现实中自然没有这样的狐狸，于是出现小红狐的戏份全都要用到绿幕。而与凤九搭戏最多的东华帝君就有点为难了，但高伟光还是靠信念撑起了所有戏份。就像他无比怜爱的抱起凤九的时候，谁能想到现场的高伟光面对的只是一个绿盒子呢？还有很多场景，高伟光的搭戏对象都只是这个绿盒子，他不仅要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还要温温柔柔地抚摸他。果然，每个演员都要具有穿越宇宙的想象力。还有那段经典的凤九在线卖萌的场面，剧中的迪丽热巴露出尾巴不停摇晃，尽显可爱又纯真的气质。不过热巴身后的大尾巴其实全是后期添加的特效，她在现场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凭空想象。虽然拍摄这个动作时十分入戏，也将凤九的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但导演一喊咔，热巴就害羞了起来。你们还记得《三生三世》里赵又廷送给杨幂的用以通话的铜镜吗？剧中的铜镜虽然样式古朴，但功能却是十分现代。每当两人分开时，他们便可以用铜镜联络，聊表思念之情。当时追剧的观众本以为这是对讲机或是老式手机，不过片场的花絮却告诉我们，铜镜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现代。因为当通讯开启时，现场响起的竟是 iPhone 的经典铃声。我已经走掉了，对吧？喂，于朦胧还在电视剧收官时晒出了铜镜的秘密，原来真相就是把手机壳做成镜子形状。不得不说，看来还是观众太年轻了。除此之外，杨幂的很多戏份也都是无实物表演，比如白浅变为凡人素素与小黑蛇初见的剧情。虽然剧里的小黑蛇十分可爱，杨幂与她的互动也非常自然，但实际上片场的杨幂只能对着空气演戏。看似炫酷的火麒麟，它的真实面孔其实是一个绿色小纸箱。还有被凤凰攻击的戏码，比起正片里一来一回的打斗，让人紧张不已。片场实则只有杨幂一个人对着空气躲闪回击。至于那场经典的诛仙台回演戏份，看似仙气飘飘的场景，其实只是在一片绿棚里。诛仙台底下也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天空，而是一片木板。花絮里还可以看到，底下还有工作人员时刻准备接应，以防演员受伤。2、3，走！同为大火的仙侠剧《花千骨》也少不了特效的加持。曾经引起热议的包子，就是后期为了符合小骨爱吃包子的人设，这才花大价钱加上去的。现场的小骨吃的其实是水煮鸡蛋，不过值得夸奖的是，即使只是简简单单的鸡蛋，赵丽颖也能吃出人间美味的感觉。另外，《蜀山战记》也是一部充满特效的影视剧，而赵丽颖也凭实力为观众证明了，一旦失去特效和道具，演员究竟需要多大的想象力这个问题。剧中，赵丽颖饰演的玉无心以冰魄寒鞭作为武器，正片里玉无心将鞭子玩得有声有色，令人心惊。然而，现场的赵丽颖手上其实只有一个手柄，无论是鞭子的舞动方向，还是与对手的攻击距离，全都要靠赵丽颖自己把控。因此，观众不得不佩服赵丽颖的投入和演技。香蜜中也有一个名场面，那就是锦觅教小灵兽翻白眼装死的片段。剧中，杨紫坐在石头上，振振有词地念叨着，先是翻白眼、伸舌头，再是缓缓倒下去。聪明的灵兽也一学就会，后来还把润玉吓了一跳。不过现场就没那么美好了，杨紫不仅要一个人对着空气演戏，就连聪明的小神兽本兽也是杨紫本人客串的。
只见她穿着一身绿衣趴在地上，十分可爱。此外，杨紫和程毅这两位哭戏天花板搭档的新剧《沉香入戏》十分值得期待。毕竟还未经过任何后期处理的片花发布后，就有观众不断呐喊道：“无特效加绿幕钢丝，怎么都这么虐？”说到以上热播的仙侠剧，怎么能忘了国产仙侠剧的起点《仙剑奇侠传》？在这部剧里，主角们无论是御剑飞行还是斩杀妖兽，全都需要特效的帮助。有一幕尤其搞笑，当景天一行人找到传说中的土灵珠之后，众人围在一起发出惊叹。然而事实的真相其实是霍建华拿着一颗罗汉果，拍摄时就在胡歌敬业的说完台词之后，所有人都忍不住破功笑出了声。土灵珠对不起，哎呀！随后他们连续几次频频笑场，而乐不可支的胡歌还一本正经的教育霍建华说：“笑嘛？你妈笑的。”还有电影《天气预报》里，肖央和杜鹃饰演的电母有一段吻戏，在观众看来，这明明是一个无比甜蜜浪漫的镜头，可事实上，肖央面对着的其实是一个小绿人，而他还要深情地盯着这个原谅色假人，然后上前拥吻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幻灭吧。Action！ 除了道具以及场景需要特效，有时候演员身上的肌肉也得后期帮忙。就像《无心法师2》，陈瑶在剧里一人分饰两角，其中一个角色就是男装扮相的小丁猫。剧中陈瑶竟然还在一场戏里露出了自己的胸肌，不少观众感慨：陈瑶明明是女人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花絮已经揭晓了答案，原来她在戏服里加了一块蓝布，这块蓝布就像绿幕一样，后期可以把它 P 成任何想要的样子。不过陈瑶之所以能呈现出强烈的少年感，除了优秀的特效，也要归功于她敬业的态度以及演技。比起陈瑶只用小露胸膛，任嘉伦在新剧《玉角记》里确实要展现出整个上半身，再加上鲛人虽然脸型清瘦但身体强壮的设定，剧组便给任嘉伦穿上了肌肉服，因此花絮中人鱼出水的一幕也引起了观众热议。可以看到，经过处理的片花里，任嘉伦脸和脖子处并无奇怪的痕迹，看起来十分自然，但一些路透图却暴露出了上下两个肤色的问题。看完以上场景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戏份只要没了特效，其实都会变成一两个人自嗨的喜剧，而这也正是演员的难点。就如章子怡所说，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信念感，实力派演员即使是对着绿幕对着空气，也能分毫不差地表达出人物的情感以及剧情。虾米酱们，你们如何看待离开特效的古装剧呢？你们怎么评价这些演员呢？在评论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。有哪些经受住了绿幕考验的演员呢？这里是下探鱼子酱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征服绿幕的演技之神吧。对年轻演员而言，哭戏是比较考验演技的，有些演员挑战情绪波动大的戏就容易垮，更别说是在毫无代入感的大屏绿幕面前。想要征服绿幕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章子怡常说的信念感。杨紫被盛赞为哭戏教科书，她在《战城杀》里的哭是国破家亡血肉分离，她在《香蜜》里的哭是同是姐妹肝胆欲裂，而她在《天气之白蛇传说》中的哭戏是她一个人在绿幕前拍完的。这不但是一场情感爆发需要投入全身力气嘶吼的哭戏，她更是要假装前面有一道屏障，每一下都要拍在固定的范围内，难度极大。但杨紫做到了，她在绿幕前对着不存在的空气墙哭到撕心裂肺，仅仅靠着花絮就把所有观众看哭，花絮甚至比后期制作版感染力更强。另外还有一幕笑着哭的场景。为了呈现出头发和衣摆随风飘动的效果，杨紫需要对着鼓风机上演哭戏，即使眼睛干涩，她仍旧演出了眼睛里面噙着泪，嘴角还挂着笑的样子。她将悲痛无力的情感呈现得淋漓尽致，但实际上围绕她的只有风扇、绿幕、一排镜头和一队工作人员。杨紫就是这样带着信念感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融入角色，再将角色的喜怒哀乐传达给观众。《楚乔传》曾因为演员绿幕抠图饱受争议，但演技担当赵丽颖则用绿幕前的哭戏征服了所有观众。大结局的花絮中，宇文玥只身一人在冰湖上奋战，身受重伤，最后又被燕巡射了一箭。当楚乔赶到时，已经回天乏术。
画面里的楚乔抱着宇文玥，为雨泪先流，情绪慢慢递进，然后跪着对宇文玥哭喊起来。从感情酝酿到最后的大喊，他的眼神里充满悲伤和不舍。赵丽颖将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心碎绝望完整的传递给了观众，一点都不像演戏，仿佛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。即使在导演喊停之后，他仍然没走出悲伤的剧情，背对着镜头不断擦泪。这也证明了画面上看到的每一滴眼泪都是真实的哭戏。与之相对的则是花千骨中的吃包子戏份。小骨生日那天，白子画送给他一个包子，说吃了包子才会圆满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吃个包子才算圆满。虽然剧中的5毛钱的包子特效让人吐槽不已，但赵丽颖的表演毫无违和感，充满了满足感。《楚乔传》中李沁饰演的元纯公主在黑化之后火力全开，剧中元纯带兵攻城的戏份看得观众热血沸腾，但实际拍摄时，后面根本没有千军万马的场景，只有大片的绿幕。不过这一点也没影响到霸气的李沁，随着他给我杀的一声令下，霎时就营造出了大军压城的恢宏场面和气魄。给我杀！即使导演不断指挥现场的声音让人出戏，但一旦将目光集中在李沁身上，就能被他带回剧情，回到战场。除了战场这一幕，还有一出戏虽然不是绿幕，但也是李沁的演技高光时刻。燕巡造反后，元纯跑到燕巡面前，求他到父皇的面前认错。在劝说无果后，元纯慢慢地爬到了燕巡的马下，小心翼翼拉一脚气球。他的爱里充满了卑微、执念、盲目和自欺欺人。整整3分钟的长镜头，李沁一条就过了。花絮的原声更加让人震撼。燕巡哥哥，求求你，不要走了。李沁的演技和台词功底着实惊艳了观众。程毅在流利中的演技不俗，特别是爆发戏与哭戏尤为让人心疼。剧中多处虐心名场面还是程毅一个人的无实物表演，他对着空气也能演出情深似海的感觉。司凤被朱雀屏所伤，浑身剧痛难忍的那段戏，实际上是程毅在绿幕背景下独自完成的。他疼到躺倒在地上挣扎打滚，让观众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痛感。剧中亮眼的还有程毅的打戏，他的打戏身手干净，动作流畅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剧方放出的打戏花絮中也可以看到，哪怕是背景简单的绿幕，可程毅行云流水的打戏就足以让人身临其境，看得心潮澎湃。快乐大本营也为程毅设置过一个绿幕演戏环节，打戏过程中吴昕笑场了许多次，场外的嘉宾也被吴昕逗得哈哈大笑，但程毅却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，完美的完成了整段表演。结束时能够清晰的看到他眼角的泪水。谢君，不得不佩服程毅的敬业程度，他认真对待着每一个角色，每一段戏。迪丽热巴把勇敢活泼的小狐狸凤九演绎的活灵活现，尤其是段伟克自那一段哭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星丘狐尾的每一条都能凝聚执念，化作一件法器。因凤九苦追帝君无果，他便想段尾化作法器，在三扔石上刻下帝君的名字。剧中凤九绝望痛哭的画面令无数人揪心流泪，但更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戏原来是在绿幕下的无实物表演。伴随着片场嘈杂的鼓风机声，还有导演时不时发出咚的一声，迪丽热巴仍然能够沉浸在情绪中，将痛苦渴求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一次又一次尝试刻字的她，就像飞蛾扑火，美丽又壮烈。虽然银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存在争议，但刘亦菲稳定发挥了演技，她的哭戏也是动人至极。影片中，白浅无法阻止夜华以身陷进敦煌中，只能望着她沉向海底。片中的画面蔚蓝而沉寂，充满了绝望的气息。但刘亦菲却是在简简单单的绿幕和铁皮上完成了这场戏。在导演示意开始之后，她就立刻入戏，不断向夜华喊话，一声比一声情深意重。一句你若敢死，我就去找哲言要泉水，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的经典台词。刘亦菲的声嘶力竭中带着绝望的爱意，声音里的颤音让人为之动容。在无力回天后，仿佛是知道夜华再也回不来了，她的哭声渐渐低沉了下去，呼喊也变成了呢喃，倔强而又情深。你若是敢死，我去找哲言，把你忘得一干二净。等到导演喊停之后，她的情绪也久久难以平复。整场戏中，刘亦菲的情绪跨度很大，从愤怒到悲痛到不舍，她都通过小细节呈现了出来。除此之外，影片中的打戏镜头也需要凭空想象，但刘亦菲完成得很好。她一次又一次练习揣摩，
让动作呈现变得行云流水。寻求地基的3乘3式和一仙一腰被刘亦菲拿捏得十分恰当。文琪14岁获得金马奖，她的演技毋庸置疑。天坑鹰猎里，文琪需要对着绿幕想象眼前是一片雪山，但她演出了惊叹和欣喜，眼里满是看到壮观景色的欢欣。出门打猎不会骑马怎么行？还有雪山崩塌的一幕，剧中的雪山崩塌之势仿佛能吃人，十分惊险，实际上却是让文琪在一块跷跷板上不停颠簸。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雪山崩塌，演员也很难对着虚空做出准确的恐惧表情，但文琪却完美地呈现出了面临险境时的惊慌恐惧，让人身临其境。文琪的演技好在微表情丰富，通过眼神流转就可以表达出感情。杨蓉在《钟馗捉妖记》中贡献了绿幕下洗澡的出色演技，最后电视剧中呈现出来的画面非常梦幻，杨蓉身后满是一闪一闪的星星。不过现场就远远没有那么浪漫了。花絮中，杨蓉对着镜头用小桶水往身上撩，并且演出了非常享受的样子，但后方是一群正在玩手机的工作人员，身下还是一片脏乱的黄土地。实在没有想到唯美的洗澡画面竟然是这么拍成的。杨蓉可以说是做到了忘记自我，忘记当下的场景，只专注于角色。一代宗师里许多场景也是靠绿幕下章子怡与张晋精湛的演技完成的。最经典的一个场景要数下雪天那场火车站的打斗戏，影片中满是扑面而来的紧迫感，章子怡被推向火车时的眼神满是紧张与恐惧，张晋撞向绿幕时一将撞到墙壁的疼痛用扭曲的表情完美演绎了出来。除此之外，虽然摄影棚里一点也不冷，但张晋还是用揣着手的小细节体现了下雪的寒冷之感。还有《琅琊榜》里宗主行船的片段以及飞流的动作戏份，其实都是在绿幕下完成的，但演员们的信念感让他们与后期的场景融为了一体，甚至更加突出了画面的意境与情感。有的演员因为绿幕抠图饱受质疑，也有的演员在贫瘠的绿幕场景下演绎丰富的感情。都说绿幕演戏充满笑点，但其实是因为演员没能做到带观众入戏。一个好演员不会因为怎么演而尴尬，只会因为演不好而尴尬。多亏这些好演员在尴尬的背景下也发挥实力，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好剧好影片。虾米酱们，你们如何看待绿幕演技派呢？你们还知道哪位明星对着绿幕发挥神演技呢？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，关注点赞我，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